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这么一个地方，号称是死亡之村，全村1200人在一夜之间竟然全部莫名失踪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本期老印度鬼故事节目，我们就来讲一讲著名的爱斯基摩人失踪案。故事还得从1930年年底说起。一位叫拉贝尔的猎人上山打猎，可是天气却出奇的恶劣，不仅猎物没打到，自己也面临被冻死的后果。为了摆脱困境，他必须先找一处地方取暖休息一晚。功夫不负有心人，走了许久后，拉贝尔在安吉库尼湖旁发现了一座村庄。他心想，终于可以找户人家借宿一宿，好好休息一下了。可是当拉贝尔走进村庄时，他却立刻被死气沉沉的气氛吓住了，因为偌大的村庄竟然连一个人影都没有。难道这是一座荒废已久的村庄？村里的百姓早已搬离了这里。抱着这种想法，拉贝尔准备一探究竟。他沿着小路挨家挨户地推开了房门，然后眼前的一幕让他愈发的不解，因为他发现多户人家的桌子上还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炊烟袅袅升起。这一切未织完的毛衣挂在火炉旁，并不像是荒废许久的样子。更为奇怪的是，村民的财物以及粮仓也都完好无损，没有被移动或盗取的痕迹，房子附近也没有侵入的脚印。难道村民也恰好出去打猎了？不对，就算打猎也不可能把小孩妇女都带上吧，不可能连一个人影都找不到的。目前的状况反而更像是村里的生物在一夜之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全部瞬间消失了。想到这儿，拉贝尔顿时感到毛骨悚然，他不敢过多停留，立刻离开村庄，前往最近的一个电报站报警。大约过了几个小时，加拿大皇军骑警赶到了现场进行调查。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调查后，皇家骑警发现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结果。在拉贝尔来到安吉库尼湖村之前，那里的村民早就已经失踪了2个多月了。可是如果真是这样，又是谁在这个村庄里生活？拉贝尔最初看到热腾腾的饭菜，刚烧好的火炉又是谁做的呢？到了这里，案件也变得愈加扑朔迷离了，最终成为一桩悬案。不过令人费解的是，还是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态度。因为事发不久后，官方突然又对外宣称从来没有发生过所谓的失踪案。后来还是经由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勒帕斯报的记者凯莱赫报道后，这件事才逐渐被加拿大全国乃至美洲其他地区所关注。哈利法克斯先驱报更是将安吉库尼湖村称为死亡之村。至于加拿大骑警为何突然改变态度，这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网络上关于这件事的讨论却有很多。有人认为安尼库尼湖村神秘失踪案与外星人绑架，也就是第3类接触有关。毕竟也有记录显示，拉贝尔和当时参与调查的皇家骑警都看到了神秘闪光，而这闪光则被认为是外星人飞船所发出的。也有人认为安尼库尼湖村神秘失踪案可能是空间扭曲的结果，或者那里的村民被因纽特人所信奉的天空之神托纳萨克所带走了，并最终造成人们突然消失，去到另一个空间。此外，还有人认为所谓的爱斯基摩人失踪案根本就是一场迁徙引发的闹剧而已。因为有不少人发现，失踪案第一位发现者拉贝尔其实是首次来到加拿大北部地区的，也就是说他并不熟悉那里的环境。此外，勒帕斯报的记者埃米特·凯莱赫是一个震惊标题党，其经常会写一些耸人听闻的报道，尤其非常喜欢写加拿大北部地区的奇闻异事。而且鉴于因纽特人的游牧天性，所以这也有可能是他们暂时性或永久性的离开村庄。因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拉贝尔来到之前就已经失踪了2个月，并且又再次回到村庄生活的原因了。当然了，这些也都是网友的猜测而已。关于安吉库尼湖神秘失踪案，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明，也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加拿大幅员辽阔，
但其大部分地区都是人迹罕至，甚至未被探明的，并且位于加拿大努纳武特基瓦里奇地区的安尼库尼湖处于该国最北端，那里不仅是整个加拿大最蛮荒、寒冷以及神秘的地方，而且也流传着无数可怕的都市传说。咱们有机会再慢慢讲解。最后，对类似集体失踪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烟斗看电影，回复失踪，获取全球知名的集体失踪案，有俄罗斯的、美国的，当然也有中国的。好了，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周不见不散。